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低调处理，积极进行啊。这句话听起来有点矛盾都已经很低调了怎么会积极呢？相反的，都在积极做事了怎么会低调呢？其实呢，低调跟积极之间呢，也是有微妙的距离的可以一边低调一边积极，互不违背鸭子划水就是这个道理讲鸭子划水大家就清楚了就是低调处理积极进行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高的生活智慧啦。如果把它运用在做人处事上面呢，会让我们理事圆融无往不利鸭子从水面上看是泰然自若，一派轻松就像一个人呢，他默默的耕耘，默默的努力而不为人知这个叫做做人低调了，也就是低调处理的意思。然而水面下呢，却是两只蹼在拼命的在那边打水积极的往前迈进这个叫做做事高调了，因为打水就是做事情嘛，也就是积极进行的意思了那鸭子划水这一句成语有两个意义第一个，它是强调水面下发生的事，它是强调水面下发生的事情强调默默的付出，而别人也可能没有看到。那第二个呢，是指不管碰到什么样子的乱境或险境或多么的心慌意乱表面上呢都要保持镇定跟淡定这就是乱中生定的意思了。那生活中尤其是工作中我们必须学习把自己当成一只鸭子表面上是轻松自若，不急不徐那表面下呢却是在拼命的踢水，很努力的在运筹帷幄要把工作完成。所以低调处理，积极进行这句话是对任何在工作中的人，包括上班族也好，做志工在做事情也好，都是最好的忠言的建议在人生中或者人群中，有时候有些事情是只能说不能做，有些事情是只能做不能说有些事情是先说再做，那有些事情呢就要先做再说。那还有一种情形是什么？不能说也不能做以上这些状况如果我们没有仔细的把它分析或精确的判断，那就贸然的去行事那很可能会令我们呢手忙脚乱一事无成我们以前有分享过，手忙脚乱不是事情很多而乱是自己头脑不清楚而乱事情繁重照样也可以事烦心闲，忙而不乱嘛这个以前我们常常有提到但是这个要头脑很清楚才有办法，也就是说指挥官呢要很英明才有办法，否则这个指挥官这个将帅无能会累死三军一件事情如果别人可以轻轻松松的就把它完成，而我们却大费周章还是做不到，这就是证明我们的无能那这个无能呢，可能是能力不足，或者经验不够，也可能是智慧不足所以还有很多检讨跟学习跟进步的空间那检讨自己是不是还没有做就先说了一堆呢？还没有做就四处张扬呢？造成暗箭难防，而令自己呢在做事的时候障碍重重，困难多多这个就是做事太张扬太高调了，造成敌暗我明而难以自保。那本来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结果因为提前曝光漏了梗造成好事多磨，烦恼满身。那这个在人群中是常见的事情夫妻之间也是一样的道理例如说如果太太很喜欢
管大小事情，也意见很多，甚至连先生买任何的家用的小东西呢，太太都有她的不同意见。那夫妻也常常因为这些芝麻小事呢而起口角。那这个时候呢，先生就要识时务者为俊杰啊，告诉自己知进退者为英雄。东西买了也不必让太太知道嘛，不但自己可以保平安，也不让太太起烦恼尤其呢，更不要彼此呢坚持己见的强词夺理更不要逞口舌之辩。即使你很会辩你辩赢的啦也是赢了战争，失去和平啦。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就是只能做不能说。你东西买了，但是不用跟他讲，因为跟他讲的就是意见很多嘛，对，衍生一些烦恼、一些口角跟纷争出来所以这个事情就只能做不能说，为的是止息无谓的纷争其实这个也是夫妻相处的生活智慧那人群中的人间事也是同样的道理。人群中有时候呢是多说无益，少说为妙。多做少说，有时候甚至也不必说，因为不可说不可说。为什么不可说呢？因为说出来不但得不到你的祝福跟协助，反而增加我们自己的困扰跟障碍。所以经验告诉他，最好你不要说，也不要问，因为你已经知道对方会说，你一问他，他就说这样不好啦，这个不对啦，那个不行啦。你问他就会自讨苦吃，自讨没趣。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对的事情不必问太多，也不要说太多，做就对了。这个就是孟子所说的自反而说，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个以前我们有提过了或者孔子说的当仁不让于师的道理。那正言上人所说的对的事情做就对了，意思就是说对的事情你不必问太多，也不必说太多，先做再说，做就对了嘛，先做再说嘛。这个对的事情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嘛。这个对的事情呢，这个要好好解释一下否则会被错误解读所谓对的事情，是指布施行善、闻声救苦、利益众生的事情这些事情呢，一施就去做了，不必考虑太多。但是要注意，如果只是自己个人喜欢做的事情，那不一定是对的事情喜欢乱花钱，喜欢飙车或酒驾，喜欢醉酒玩趴，夜夜笙歌，不醉不归，或喜欢我行我素，没有团队观念等等，这些都是有些人喜欢做的事情那这些事情不能任性的说做就对了因为这些事情是做就错了所以这个也是要清楚取舍的其实志工的团体也是众生平等，人人各有不同的想法。有时候呢，你一说或你一问意见可能很多，那不知道听谁的这就好像说一个学佛的人面对家人生病或有紧急的事情，或家人临命终时有时候我没有学佛也是六神无主不知所措呢。甚至呢，旁边好意的人提供很多想法跟意见被这些众说纷纭而误导。像这样也是在我们生活里面常常看到的事情有学佛但是紧急那个关键时刻呢，他没有办法提起正念，会被旁边的这些意见所困扰。刚刚讲意见太多，不知要听谁的，尤其是你碰到的是一个优柔寡断跟不懂得充分授权或不积极的主管那就更麻烦了。为什么？听你讲嘛，什么都不能做，因为你已经先入为主了没有照你的方法，照你的意思，你都不能做所以听你的嘛，什么都没办法做。
那不听你的嘛，又会被说不尊重。你问他，但是他很怕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优柔寡断的，裹足不前的，所以他会拒绝你。那他自己不想做，也叫别人不要做，那这要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低调处理，积极进行，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是有一点很重要，所处理之事跟所进行之事必须是利益终身的事情如果说是为私欲跟为私利，那这句话就不灵的啦。刚刚前面讲的是偏重在只能做不能说，现在我们来讲只能说不能做。有些人在面对委屈或被打压、被冤枉而愤愤不平之际都会说出一些义气的话啦，不平则鸣嘛。这样也算是一种情绪上的宣泄，也是一种抒压啦。但一般都是讲过就没事了嘛。生气的时候讲气话啦，等气消了啦，气过了就没事了嘛。一般人都是这样嘛。如果把生气时候所讲的气话，或者发牢骚时的狠话，把它化为行动，这个就是把心念化为行动，就变成一个不定时的炸弹，这个就危险的啦。但是一般人是这样的，只要冷静过后，静下来了他就想想他就不会这样子做了啦。这个就是可以说不能做。你说的时候是一种发泄，其实你真的也不想这样子做嘛，所以可以说不能做。近思语说说一丈不如做一寸就是要我们不要说起话来呢惊天动地做起事来呢有气无力或是呢说起话来令人感动，但做起事来令人头痛。有时候呢，我们心无正念或者情绪波动甚至是生气动怒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甚至不能说也不能做因为呢，情绪在沸腾的时候或生气愤怒的时候呢，很容易失去注意力跟判断力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说出来的话很容易失言而伤到人做出来的事呢，也很容易因意气用事而败事，所以这个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了是不能说也不能做唯一能做的就是马上让自己的心呢静下来，平复下来才不会变成短暂的发疯嘛，因为你发脾气嘛。那企业团体又是另外一种状况那企业是阶级分明，也赏罚分明嘛，有责任归属的制度跟奖惩不能自认为说是对的事情就去做了在公司里面是不能这样子，这个它里面有一些约束的，有一些游戏规则的除非你是老板就可以了否则就必须照公司的体制去运作你的主管核准了，你才能够进行修行团体虽然也有制度，但还是强调自我管理啦，不是你管我，我管你每个人管好自己，不是管别人。所以修行团体的用法跟企业团体的用法也是要各取所需的各有取舍。但只要你用的巧，用的妙，那就是妙法了其实人群中只要我们用心去观察了，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现象，什么现象呢？领众者这个领众者呢，他虽然懂得要让整个团队和谐团结，但偏偏就有一些人呢，是这个领众者他看得很不顺眼的，他就不给这些人呢承担的工作，会但是如果你说不给这些人承担工作吗？又担心人家说，哎呀，我们这个人心胸狭窄，那也会让别人说我们带领的这个团队呢，不合，内部不合，所以呢，这个主管或者领众者呢，他就很勉强的给这些人一些工作，但是心里却存着我做我的，你做你的，彼此呢河水不犯井水其实这也是凡夫相的一种了值得我们借鉴的
所以在人群中做事情呢，要常常提醒自己，要像一只鸭子一样啊，从中体会鸭子划水的那一种无为而无所不为的精神。简单讲就是无为而治。这是孔子的老师老子的崇高思想，也是老子的人生智慧，值得我们学习。我们无为而治，我们以前有提过了，但是我们的解释的重点不太一样。无为而治不是不管事或不做事，而是不露痕迹，不费周章，懂得充分授权，也不做过多的干预，让人自我人性管理跟目标管理，充分发挥自己的使命感跟责任感跟创造力，做到自我实现，就是目标管理嘛，达到那个目标实现嘛，目标管理嘛。然后这样过程中呢，培养自己成为什么人品典范。所以无为而治，他这个思想是出自《道德经》这句话不是说，这句话不只是做人处事的崇高境界更是老子呢对君王的告诫这个无为是对自己而言意思是说，不要为了争取自己的名誉啦、地位啊、金钱、欲望等等，去刻意作为，要放下自己的欲望，不要为自己的私利、名利也不要执着名相跟我相，这些东西都要无为，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无为。但是对众生就要有为，意思是对众生就要有所作为，对自己是无为嘛，但是对众生就要有所作为为什么？只要是对众生有益跟有利的就要如正言上人所说的，对的事情做就对了这个是最高行动准则啦这个才是无为跟有为的真正含义刚刚我们前面讲无为而无所不为，这个无所不为的意思是说，什么都可以做，但是有条件就是必须你走的是正道，遵循的是正法，这样才是真正的无所不为它是有条件的，否则变成很任性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而为所欲为或胡作非为，那这样就不是无所不为的真实意了那这样就曲解它的意思了那这个要弄清楚所谓天道，就是老天爷只负责制定规则，然后呢让万物呢按照这个规则呢去运行而上天呢，老天爷他也不去干预，他也不能干预。为什么？因为这个道理就跟因果定律的自然法则一样，没有人可以去干预跟违背的没有人所以老子主张领导者或者领众者在管理的时候呢，要尽量跳脱出来，不要被自己的意念或者定见所驱动、所掌控这样才不会因心存定见而造成什么先入为主而是建立一个健全的体制，订立一套清楚的游戏规则，而让你的管理系统呢自己去运行所以不是管理别人，而是人人管理自己。每个人都先树立好人品典范你也不必去对别人说教，也没有人会喜欢别人对他说教啦我们要的是什么？不言之教。你人民典范建立起来了他就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楷模，让人家学习。你不用讲话，人家跟你学习就不言之教，也就是无声说法啦那这个就是正言上人的管理哲学了，叫做以戒为制度，以爱为管理啦。很多人都问上人上人，你管理全球的这个慈济会务这么庞大，这么多的志工，你用什么方法管理上人都轻描淡写的讲，很简单，就是以戒，人人以戒为师就是以戒为制度以爱为管理明白这个道理了，会对企业或者事业的管理呢发挥绝佳的妙用好，那你说要妙用，要怎么用？
那就只能够各凭本事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要活用史的管理系统，要活用史的制度。同理，可以史记近思语，但要活用近思语意思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老子跟正言上人的思想也是不谋而合这个很令人拍案叫绝有些人呢，难得发心要做好事，但人群中都是凡夫嘛，人多嘴杂，意见很多造成了有时候想做事情会困难重重而裹足不前所以要做志工来行善造福，也是要有好因缘的。因缘不好，有心也难做事所以佛法里面讲智为周，智归一跟智一子、法一子、摸一子，这个曾经我们也提过，就是强调自信三宝的重要啦。简单讲，就是靠自己心中的正念跟正法来引导我们自己，来巩固自己，也就是以正法为师。心中有正法，那这样就是心中有主人所以除了因缘是其来有之以外呢，什么事都是操之在我，自依止都是靠自己，依靠自己的意思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有谁可以障碍你就没有人可以障碍你了嘛，因为障碍是来自你自己上次读书会我们有讲到这个务必自腐而后重生嘛，不是吗？就是这个道理。障碍你的人只有你自己。我们平常不是讲嘛，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嘛，不是别人嘛，对，一样的道理。所以解铃人要靠系铃人，所以解铃跟系铃就是同一个人，都是自己，都要依靠自己，而不是依靠别人。这样就是化繁为简，跟别人无关，跟我有关，这样事情就会很简单，就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嘛，对，就是化繁为简。只要我们心宽念纯什么事就容易做了啦。所以不要想太多，好事一试就去做了做事虽然说要多思虑是没有错啦，但如果心念复杂，顾虑太多，不但难做事情还会没事变有事，小事变大事，这样就辛苦了啦。所以我们刚刚讲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无为而治，是领导统御的最高智慧是执政者或者是企业管理者，甚至是修行团体全部都适用，是放诸四海皆准也因为这样呢，道德经享誉全世界，被世界政要啦、精英名流啦、企业领袖所崇拜，被奉为旷世奇书万经之王很多人有去学这个道德经嘛，其实法华经是菩萨道的基础，它也是被誉为经王就是经中之王孔子说呢，其之可及也，其余不可及也。什么意思就是其之可及也，就是人在出名的时候很容易锋芒毕露甚至呢得意忘形或者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这种气焰会跑出来这个你不用去学，因为人性就是如此，叫做其之可及也了那后面一句呢但是人在得意的时候呢，能得意不忘形，能收敛藏形，朴实平淡，甚至看起来笨笨无能的样子这个就很难做到了啦。这个叫做其余不可及也了这两句话也是道尽人性的这个问题看他这个人呢，木讷寡言的，不善持定，好像笨笨的没什么，其实是有什么因为他是深藏不露是一默响如雷这是很高的境界所以我们不能够就以貌取人因为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聪明才智呢，还可以透过学习
去启发。但是要学习大智若愚啊，这个就不简单了啦。若愚好像笨笨无能的样子清朝的郑板桥就有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聪明难糊涂亦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这句话也是很有哲理的，大家可以好好去体会的。大智若愚的人不是故意装糊涂，而是把锋芒毕露收敛起来，没有外露，叫做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这句话我们也常常提了因为是很好的一句话也就是韬光养晦的意境那韬光养晦就是什么？低调收敛，它的相反就是叫做锋芒毕露了。锋芒毕露就是高调张扬的意思。那大智若愚就是老子所讲的无为而治不是不做事不管事，刚刚讲的，而是外表看起来不着痕迹就好像鸭子划水般这个就是低调处理，积极进行嘛。春秋时代的晏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国有三不祥讲是讲国家了其实一个公司、一个团体也是一样的意思的就一个国家，用国家来解释，一个国家有3种不祥之兆。这3种不祥之兆是什么？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其中的用而不任呢，就是指自己已经在任用的人不信任之意了。自己已经在用的人你对他却不信任晏子认为呢，一国之君如果对自己身边的大臣们不信任，这个会是一个国家的不祥之兆，危机就在里面了。人群中的团体也是这样的道理所以正言上人才说普天下没有我不相信的人信己无私，信人有爱这个也是可以互相印证的所以上人也曾经开示过，待人不只是带着他承担工作而已还要给予信任、重任并交付责任，这样被托付者才会有成就感这句话是上人的开示的你看上人这样子的用人思维跟孟子是相同的那其实这个就是管理学里面讲的什么人性管理就是要激发跟开发一个人的智能跟潜能你要这样子的话，就要赋予对方信任、重任跟责任那以企业团体来讲不但要发掘人才，还要培训人才，还要储备人才，还要重用人才唯才是用嘛。因为商场如战场你不这样做，你就等着被淘汰但是在修行团体里面呢，大家都是凡夫，有心来学习，来改善自己。但是因为还是凡夫嘛，对，很容易在做事当中呢显露自己的习气，而自己不知道。这个不是故意的，习气使然这个就是修行的功课了。那心胸不大或者心量不足的人呢，他不但不会重视人才他不会储备人才甚至还有可能什么处处防备人才担心别人的能力胜过他，而他的位置不保。所以呢，不止防备别人了，他还要冰冻，把人才冰冻起来这也是众生相之一了其实见怪不怪这是凡夫的习气嘛，众生相嘛。那以上讲的这些都是个人团体也是一样的道理。一个团体呢，只要我们深入其中或跟他们互动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就能知道他们彼此之间呢是同心同德、同舟共济，还是离心离德、貌合神离这个就是所谓的外行看热闹内行的看门道要看一个团队也是一样，要观察这个团队就好像孔子所说的，观察一个人也是一样的道理啦。就是这句话：
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受哉？人焉受哉？这句好像曾经我们也提过了哈，但是那时候讲的对象跟我们这讲的这个重点不太一样了。这句话意思就是说，看这个团体里面的人，或看这个团队，或看这个据点也好，都是通的。那他们是用什么心态跟方法在做事情呢？他们做事的念头跟动机是什么呢？再看看大家是否身心都能够安住，是只来这边打发时间的，生活有寄托而已呢，还是来这边让生命呢有解脱的？看轮到看这里嘛，他们看看他们是否做事都能够如理如仪啊，这样观察下去就知道这个团体是什么样的团体了，或这个据点呢有没有道气？这样子观察出来，那就人焉受哉？人焉受哉？什么意思啊？就是掩饰不了了啦，一清二楚的啦，看得一清二楚的，用刚刚那个方法去观察的意思了。所以做事高调，做人低调，就是把做人跟做事分开处理，对事跟对人就是这样的道理吧。对事不对人呐，就是这样的道理啦。你可以不喜欢这个人，但是这个人做的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他说的是一句有道理的话，我们还是要给人家肯定跟赞叹的。因为凡夫很容易看这个人不顺眼连带的也会否定他说的话即使他说的是好话，我们也不听因为讨厌这个人会这样子这个叫做什么？以人废言这样就不好。30年前呢，我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跟马六甲开始投入做这个志工的时候呢，也是用低调处理、积极进行的这个方法。刚开始做访评工作的时候呢，累积了一些很感人的个案故事，那个感人肺腑扣人心弦的，可以这样子解释那我们都有做记录起来嘛。那我们志工里面有认识华文报的记者，那记者知道说，你这个很值得刊登很有内容他就很有兴趣呢，要来报道慈济的我们的这些访评个案那干部们知道之后都很雀跃哇，我们常常要办那个什么慈济的茶会介绍慈济然后从里面去接引会员接引志工如果这个报社帮我们这样的一登的话那强过我们去办一些茶会来介绍慈济可是那个时候呢，我婉拒报社记者，让大家都很不解了。这个是助我们一臂之力你为何要把它婉拒呢？对，这个叫做借力使力所以用法也要看时候啦现在当然都不一样了嘛。那个时候我婉拒的理由是什么？从小就拿着拐杖走路的人呢，长大后没有拐杖他就不会走路了啦，武功被废掉了，没有这个能力的啦。我们不要说从小拿拐杖走路，你生病躺在那个病房里面1个月就好了啦。你下来连走路都要学习的，最基本的走路的功能你都没有了，你要学习走路对不对？所以说从小就靠拿着拐杖走路的人，长大后没有拐杖他也不会走路了。那这句话如果用庶民语言来讲，就什么靠爸祖或者妈宝也是一样的意思啦。那我们才刚开始做几个个案而已啦，那个时候也还没有做出什么大型的活动回馈社会的成绩，一点点而已那你现在你就要这样子靠登报纸这样子高调张扬的话，我是担心很容易野人献曝，自曝其短因为我们真的是做很少，没有东西对，而且呢，不是你做好事，人家就会认同你、赞叹你，不一定有人也会因为有人也会诽谤你，或者是诋毁你。我自损的，我自己想了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在发芽阶段经不起风吹雨打我们志业的根还没有扎得很稳很深如果碰到一些酸葡萄心理的人，或者外道为反对而反对的人，也是有不是没有我们实在是没有能力去应付跟抵挡
所以不如默默耕耘，低调行善。大家这样子做起来是很欢喜啊！这是刚开始，也就是1992年、1993年的时候了。那现在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经过20-30年的这个努力推动，整个马来西亚，像很多慈济的大活动啦，像什么万人浴佛大典啦、万人入经藏演义啦、大水灾的灾区清扫跟大发放啊等等，还有2014年的马航370班机失联啊。同年呢，4个月后呢，也有一架马航17班机呢，在乌克兰上空啊，被飞弹的击落而坠机了。因为慈济跟马航呢有签合作备忘录，在发生事情的前7年，我们就签了，就签了备忘录了啊。因为有签备忘录嘛，所以当马航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配合马航啊。就动员非常多的志工呢，协助政府跟马航呢做这个家属的联络工作，联络啦、关怀啦、翻译啦、接待啦等等的工作。再加上这一次的新冠疫情的医疗设备啦、防疫物资的援助发放啊，这些善举都被报道在马来西亚的全国版，甚至刊在头版。现在慈济志工不只是在马来西亚是百花齐放、遍地开花，在全球也是有一定的知名度啊。即使如此啊，全球的志工在上人的教诲之下，还是秉持修行的初衷，谦卑跟低调。高调就是张扬啊，而张扬就是危险的信号。张扬就是什么？就是敌暗我明啊，就是危险，会死得莫名。那高调呢，意味着什么？也是意味着浮躁、骄傲、自满啊，这些都是往前迈进路上的陷阱啊。低调也不是说墨守成规啊、死骨不化啊，或者冥顽不灵啊，不是这样子哦。低调是以曲求全的灵活变通，曲直向前也是这样的智慧的。有弯曲也有直行，最后也是到目的地曲直向前也是个智慧啊。那这个是以曲求全的灵活变通没有坚持己见，而且能够根据当时的情况冷静的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那低调也是一种行事的智慧嘛，与人无争低调也是做人的最佳姿态，最好的姿态。低调的人是收敛藏行，深藏不露，也从不盛气凌人所以才能够成就大的格局嘛。有时是敌明我暗，有时是敌暗我明能明能暗，能上能下，能进能退，也就是非明非暗，非上非下，非进非退，非空非有。这个就是入不二法门，也就是妙法入一圣，入大圣为本。简单讲就是大圣佛法的妙境正言上人的强调，入人群还要入经藏嘛，我们常常都有这样讲嘛入宗门还要知法脉，只要心中有入法，即使你碰到困难重重、层层关卡，最后也可以关关难过关关过了走入人群可以让我们看尽众生相，看到众生百态，因为这就是一般人所说的不愿看到的真相真相也是实相嘛那个相里面也有好的相跟不好的相看到好的人群中看到好的相，我们就跟他学习看到不好的相，我们就自我警惕，不要跟他一样。那这样不管相是好还是相不好，都成为我们的真上缘了嘛。所以不管是顺缘还是逆缘，一切都是好因缘，都是好事一桩能这样想就是正知正见，就是正思维啦那菩萨道光是学习这些无人不是法啦，无处不到场啦，像这一种的正信的观念，老实讲你就值回票价了。入人群
才有办法广结善缘不是你有爱心想行善呢或想帮助人呢就有机会哦，不一定哦。刚刚前面有讲嘛，你要行善要布施，还要看有没有因缘呐。因缘不具足也无法成事的。实际人做活动也是一样啊，你要有因缘呐，有那个活动你才能参加，没有活动你怎么参加有活动，人家创造那个活动，他们创造因缘，我们来把握因缘。那有时候我们创造因缘，让别人把握因缘就是这样子嘛。有时候因缘如果不好而碰到百般的阻挠诸事不顺如果是一般的布施行善，还算单纯一点的如果是菩萨道入人群要做人间事那就更不简单了。因为不简单，所以我们才要学习悲智双运嘛。因为事情很困难，所以我们才要学习悲智双运嘛。那低调处理、积极进行的，就是一种悲智双运。因为所处理跟所进行的是利益众生的事情，不是我们个人的私利，不是个人的事情，是众生的事情，这个是慈悲。而又能低调与积极相辅相成双轨并行这个就是智慧好，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受益跟受用，感恩大家的参与。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期待再相会再见。